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他都经历过哪些事情呢？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他的名字叫做孙耀庭，他身世凄苦，在动荡的年代里颠沛流离。虽然他的身体残缺，但是有着一个完美善良的内心。孙耀庭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贫农家庭，父母都是农民，一家6口，孙耀庭排行第2。他的父亲在村里私塾教师家里帮忙种地，母亲也在为这个教师家里做饭，所以孙耀庭也趁机免费的上了几年学。可惜好景不长啊，他读了4年书之后，因为村霸的欺凌和诬陷，父母都失去了工作，一家6口最后不得不上街乞讨。父母沦为乞丐之后，聪明的孙耀庭就哀求父亲送他到宫里当太监。那是因为他曾经看到过大太监小德张衣锦还乡的样子，怀揣着对富裕生活的憧憬与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孙耀庭就决定一定要进宫当太监。他的父亲虽然不舍，但是为了生计也没有办法，就叫来师傅给他净了身了。可是老天弄人呢，孙耀庭在阉割当天，因为疼痛昏迷了3天。等他醒来之后，就得到了消息，宣统皇帝溥仪下台了，大清亡了。这对于孙耀庭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至此以后，他成了全村人笑话的对象。可是到了1916年，皇宫又重新开始招太监了，孙耀庭这才托关系进入了紫禁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太监。由于他的聪明机灵，一次排戏的时候被端康皇贵太妃看中，参加了戏班，他也讨得了端康皇贵太妃的欢心，然后他就一步登天，被派去伺候端康皇贵太妃了。但是后来因为溥仪对太监们的不满，遣散了宫里的所有太监，这孙耀庭就又回到了农村老家。这个时候他就只能靠着兄弟的阶级生活了，但命运似乎总在跟他开玩笑。不久之后，溥仪又接回了部分太监，孙耀庭也在其中。回宫之后，他就成了皇后婉容的贴身太监，这也是他太监生涯的巅峰。可是那个时候清朝已经不复从前了，所以他再也无法达到小德张良的高度了。1924年，冯玉祥倒戈进京，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了皇宫，太监们彻底失业，孙耀庭也就结束了他的太监生涯。孙耀庭回了天津老家，但是因为多年伺候人，已经不熟悉农务了，无法在老家生子，只能又回到了北京。他就跟他一样的40多个太监一起住进了北长街的兴隆寺，成为了一名和尚。晚年时期，他因为生活所迫，出入大街小巷，靠捡废品捡煤渣度日。而解放之后，国家对这部分人有了特殊关照，用孙耀庭的话来说，就是解放之后，我们太监有了幸福生活。他的话中饱含着喜悦和对党的感激。最初，政府会发给太监每月16元的生活费，后来还给孙耀庭安排了工作，负责寺庙管理。孙耀庭得到了政府的关爱，过得还可以，能吃饱饭，能穿上暖和衣服。政府也让他感受到了一个正常人的尊严。孙耀庭晚年口述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太监》这本书。这本书后来也被改编成了电影。孙耀庭身处乱世，一生坎坷，也许只有他这样亲身经历过专制独裁的残酷无情和民主共和的自由平等，才能真正体会到国政天心顺，官亲民自安的重要含义。这也是孙耀庭临终前写下的一幅感恩对联。孙耀庭的一生是悲剧的，但也是幸运的。悲剧是说他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而幸运是他熬到了新中国，过上了幸福生活。一直到1996年，94岁的孙耀庭安然去世。不知道他在去世的时候，是否后悔过自己当年的那个决定呢？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